我们已经聊过，古人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悟出了道，然后用河图和洛书的模式把它抽象出来。道是一种规律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能看到的事物，都要按照道的规律发生发展。老子讲有生于无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道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是道的化身。老子又讲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一为天，二为地，三为人，然后三生万物。老子所讲的道是这个世界的本源，而且按照三的规律进行发展，这就是所谓的道的一元论的三分法。老子说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中气以为和。天为阳，地为阴，天左旋，地右动，天左旋，地右动，天气左旋下降，地气右旋上升，这就是一个双螺旋。现在我们以大气的运动来说明天左旋地右动的双螺旋模式。蓝色，天气左旋下降；红色，地气右旋上升。天气下降到地上，变为地气；地气再升到天上，变为天气。就这样形成了天左旋地右动的双螺旋模式。雨的产生也是这样一种情况，水属阴，要升到天上，然后变成云，是水的阳的状态。云再遇到冷空气回落地上变水，这样阴要上升，阳要下降，形成了立体太极模式。南北半球大气运动方向相反，正好符合男左女右模式。天地之间是双螺旋模式，而大气的运动也是双螺旋模式，宇宙大爆炸也是双螺旋模式。大到宇宙大爆炸，小到一个量子，都是双螺旋模式。双螺旋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影，就是一个太极图。那古人对道的定义是这样说的：一阴一阳之为道，阴阳就是道。那么中国的这个太极图就是阴阳的代表，而太极图是二维的，它的三维形式
便是这双螺旋。这双螺旋，大到宇宙，小到一个量子，都是同一个模式。当然，古人认为天、地、人都是这个模式。这个双螺旋的规律，古人就总结为太极规律，也就是道。它是整个宇宙的运转的总规律，也是生命的最高指导原则。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规律，古人按照这个规律来指导临床，才有了中医。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，道究竟长什么样？道是看不见的，就是无。但是道可以抽象为阴阳，但是阴阳也是看不见的。那我们就可以通过道所产生的相来了解道的本身，就是通过有来了解无。老子说：“执大象，天下往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通过象来了解规律。我们所了解的象，最大的是整个宇宙。从现在的宇宙大爆炸学说，我们已经知道，它是有一个中心点，然后炸开，然后旋转着扩散，从中产生了一个阴宇宙，一个阳宇宙，符合道的一元论的三分法。小到一个量子，一个量子其实就是一个正弦波，而正弦波它的三维模式也是一个双螺旋。这个双螺旋就是立体的动态的太极，它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影就是一张太极图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道长什么样？道的二维模式就是太极图，而道的三维模式就是双螺旋。不管是河图和洛书，都符合这个规律，只不过是河图和洛书已经有了数。这样的话，有了象就是太极图，有了数就是1到10个数，按照河图和洛书排列而成，这就是数。然后就有理，这个理就是道理。我们看现在象、数、理就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。那太极图和河图洛书是什么关系呢？河图洛书是太极图的数理模式，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事物。如果不分的话，就是一个整体；如果2分的话，就是阴阳，就是太极；如果5分的话，那就是河图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：道长什么样？一个太极图而已。